人的一生宛如书页不停的河流，有涓涓细流，也有湍急险湾。水流有清有浊，有冷有暖。出道近20年，演绎过数十个角色，谭松韵对于表演始终抱有最初的真诚和发自心底的尊重。很多观众都认为，如今的谭松韵似乎已经迈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向前的人生和事业阶段。但我们知道，人生河流中前方依然会有陡坡和暗流，而在他心中自有一股力量，让他不断向前，将所遇之障化为晶莹美丽的浪花。这次是在北京最浪漫的秋季见到的谭松韵，外景拍摄没有合适的化妆间，所以一大早在附近酒店的房间做好全套妆造，再前往拍摄的。谭松韵开玩笑道：“到时候我戴着口罩出去，有人问就说我在 cosplay。现在北京这么美，大家漂漂亮亮出门去拍照再正常不过了。只不过当日的妆容是简单的、素雅的淡妆，反而更能衬托出谭松韵清新的气质。”他右手接过录音笔，一边用左手拿起了桌上的冰茶，喝了一口，笑眯眯解释喝点消消肿。8张小圆脸和极具感染力的笑容，说话不疾不徐，却又清楚利落。旁观者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谭松韵会自带观众缘。新剧《蜀锦人家》不久之后就要上线了。顾名思义，蜀锦指四川生产的彩锦，已有2000年历史，已经向彩条和彩条天花为特色。唐代是该技艺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剧的背景正是晚唐时期，寸锦寸金。谭松韵所饰演的季茵茵所在的蜀中益州季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焦点。采访中，谭松韵多次提到“怀璧其罪”这4个字。小时候茵茵家里的变故和父亲的含冤而死，都是因才博和技艺而起。最初拿到这个剧本，蜀锦题材就让同为四川人的谭松韵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剧里季茵茵有大篇幅关于蜀锦的台词，有拗口的专业词汇，也有大量成语。谭松韵俏皮地说：“我真的把所有背词的能力都用在那儿了。”后来在剧组，大家有事没事就爱玩成语接龙，也是背台词养成的习惯。谭松韵喜欢季茵茵这个角色，虽然幼时经历不测，依然成长为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子，而且她还很聪明，一心想要重振季家，屡次在绝境中求得破局之道。一部分取景是在贵州，那里有连绵不绝的山峰，晴日里阳光被苍翠，茂密的树林分割成一束一束的光，而连绵不绝的雨天带来的潮湿，令草木都散发出忧郁的味道，适合一个人安静感受自然给予的一切。但在拍摄中，谭松韵一天都没有出去享受过这些，因为戏份吃重，她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另一部分的取景的在横店，在古代场景重复率极高的横店，还能找到令人眼前一亮的自然景观，实属不易且用心。我印象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场景，是拍摄浣花溪的时候，戏里说只有在这个地方洗过的丝才会色泽艳丽，历久弥新。所以为了要争取一块洗丝的地盘，飞华会着一群小伙伴才走到一起。这个情景是我们事业的开始，从最初对我的质疑到相信，再到一起去做更大的事业，那种团队精神很吸引人。说到动情处，谭松韵经常用我来指代角色季茵茵，这似乎和她自称笨拙的演技相呼应。我演戏没什么技巧，就是把自己和角色融为一体，因为你只要理解了这个故事，这些背景，就会理解这个角色，然后把所理解的呈现出来，观众自然而然也就理解了。这就是典型的体验派，强调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演员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中，和角色合二为一，进入无我之境。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没有人能在进组的第一天就能无比确定自己及角色。谭松韵觉得这不是和角色的隔阂，而是有一些不确定。刚开始解决这些不确定，他需要向外部寻求答案。蜀锦人家谭松韵的第一场戏是季茵茵去找玉玲珑、陈小云氏聊天。刚开拍的时候，我经常问导演：“您和我实话实说，行不行？或者还需要怎么做？”当日复一日的在剧组做着角色所做的事情时，不知不觉中就可能成为了他。11岁刚进入舞蹈学院时，班主任告诉班上所有的同学：“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名专业的舞蹈生了。”也就是从那时起，谭松韵接受了自己身份的定位，并且用这种身份严格要求自己。语言的力量在他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刻起也起了作用。演员是我从小就憧憬的职业，所以从进入电影学院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演员。我知道我还缺很多东西，所以我会很努力去学习。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时，老师说你们现在结束了学业，可能会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但当时除了表演，我没想过别的路。
谭松韵没有选错，成为演员的路上有荆棘和崎岖，但是也带着全然的快乐和幸福。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我做演员没有一天是无聊的，也没有任何批评让我觉得我不要做演员了。我觉得作为演员也好，公众人物也好，接受政府反馈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入行多年，谭松韵觉得自己在表演上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给角色贴标签。在最初演戏时，他看剧本或者人物小传会下意识给人物做上某种标记，单纯的、开朗的好人或是坏人。那个时候自己内心想的比较单一，但是慢慢的阅历丰富起来，对角色的感受和表演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以前可能想到一件事，你只能想到一个场景，但是现在想到同样一件事，脑子里会出来好几个呈现方式，这就是生活教给你的。谭松韵还记得第一次演戏时候的紧张，但是那种青涩感和敬畏感是直到现在他仍觉得需要保持的可贵初心。每当面对一个全新的角色，依然要保持对故事旺盛的好奇心和准备进入另外一个生命的蓬勃力量。我特别怕演戏演多了就变油了，变成行活了。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自己不能变成这样。刚出道时，得益于拍了很多生活戏，合作了很多前辈演员，前辈们给他的很多中肯的意见，直到现在依然受用。无论是李尖尖还是耿耿，很多观众都觉得这个类型的角色是谭松韵的舒适区。舒适区不是个坏词，舒适区是指在可控且适合的一个范围，待在这个区域没什么不好。但是当他给不了新东西的时候，或者自己觉得够了，就一定会走向另一个地方的。这不一定叫做迈出舒适区，说不定走出去之后又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拓宽了这个范围呢。就好比甜美，演技灵动也一直是人们对谭松韵的直观印象，但实际上她也以家人之名时接踵而立，要演出高中生的天真还不能违和，显然不仅仅是靠着童颜。谭松韵始终把自己内心中纯真的那部分保护得很好，没有让世俗、事故和事情随便将其覆盖，所以这些角色的眼中才能闪耀符合他们年龄的清澈和光芒。然而，对于演员自身，显小其实是把双刃剑，很多时候这个特质可能会让制片方对谭松韵能否饰演更成熟和精英的角色打个问号。但无论是向风而行的程潇，请叫我总监的柠檬，还是你比星光美丽的季星，都已经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对于谭松韵自己而言，我成年之后去网吧都经常因为长得显小不让我进，老板看了身份证半天才将信将疑的把我放进去。我觉得长相给我带来的困扰就只有这个，呵呵呵。谭松韵似乎和饰演过的许多角色都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柔软中带着坚韧的力量，说不清是他们留下的印记，还是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放大了谭松韵本身的特质。可以肯定的是，已经建立起内心稳定秩序的谭松韵会坚定面对一切未知和挑战，借由自己让更多的角色得以和观众见面，展现更精彩的独属于他的万千世界。如果把人的生命旅程比作一片水域，你觉得季英英处于什么阶段？她是一个成长型的角色，如果是初期，我想到的是瀑布，而英英在逆着瀑布往上走的。平时出行，你会是做计划的那个人吗？不是完全不做计划，也不是计划的特别周全。比如有5天假期，我要去旅行，我可能会想清楚来回时间、住的酒店，但具体玩什么我不会定太死。我喜欢放松一些，不要密集打卡的那种。有没有什么一直保持元气状态的小技巧？我也没有1年365天一直元气，也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但来得快也去得快。我不想让那个东西停留太久，希望它像水一样会流走。我的方法是做当下最想做的事情，想吃东西你就吃点，想睡觉你就睡，想和朋友聊天就去聊，但做完得让它过去，不能在做你想做事的时候还想着它。实在不行就先放一放，现在解决不了的就交给时间，你继续往前走，减少内耗。都说你是非常有 CP 感的体质，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觉得是件好事，而且 CP 感我感觉还是剧情、人设和演员演技3者相辅相成的。不考虑季英英的话，如果和蜀锦人家中的角色交换1天的生活，你会选谁？玉玲珑，她是我的好朋友，戏里很潇洒，又有武功，是非常快意江湖的一个人物。如果不考虑身材管理，怎么安排自己的1日3餐？我是碳水脑袋，非常爱吃主食，但实际上吃不了多少，一般会把最爱吃和最想吃的放在晚餐，其他的2顿无所谓。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我喜欢比较不枯燥的运动，比如普拉提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小物件或日常必需品是一直不离身的吗？唇膏。拍完一场辛苦的戏，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放松。重头情绪戏会非常消耗精神。我记得
得《蜀锦人家》里有一场戏是我在街上卖力吆喝卖锦，而我的青梅竹马赵修元结婚的马车迎亲队从我这儿过，那场戏很虐，还是群戏，现场有个大音箱，一完事他们就在那放我自己的一首很欢乐的歌，我很感动也很开心。结果刚开心没多久，导演就大喊还有一个镜头，他们赶紧关掉，后来终于全都拍完，他们又放那首歌，就好放松，好快乐。